各位，中国的一些公知啊和海外的一些反賊們呢，最近一段時間啊，常常呢就發出某一個外資企業說是撤出了中國，給了那個工人多少遣散費之類的，然後呢就是彈冠相慶，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個外資全跑了吧，全讓你們給搞跑了吧，那中國人民以後那就都吃草去了。尤其是中日關係呢日趨緊張啊，有一些日資企業撤離了中國大陸，這些公知反賊們就跟他們死去了的娘在棺材裡邊又穿上超短裙改嫁一樣的，又興奮起來了啊！你看看日資企業在中國待不下去了，中國的營商環境啊是越來越差了。其實呢，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今天就給大家深度的來扒一扒这些日本企業為什麼撤出了中國。我們拿這個佳能啊，這個做例子吧。2025年的11月21號，佳能在中國重要的打印機生產基地佳能中山辦公設備有限公司生產車間的流水線停止了運轉。3天後，員工們收到了正式的公告，公司停止生產經營了。這個已經在中國深耕20餘年的廠區，曾被視為珠三角工人眼中的鐵飯碗，如今這個鐵飯碗被砸得粉碎，而佳能打印機也開始逐漸成為中國市場裡的一個小眾品牌。佳能打印機並不孤單，實際上日本製造退出中國市場在近年來已經儼然成為一種常態。幾天前，日本的養樂多總部宣布，已經在中國23年的廣州的第一家工廠於11月30日關停，而去年12月，養樂多已經關停了運營20年的上海工廠。今年8月份，索尼的官方微信公眾號悄然注銷，宣告其手機業務正式退出中國市場。今年7月，三菱徹底退出了中國市場，不僅整車不賣了，連與瀋陽航天三菱合作的發動機業務也按下了停止鍵。這些曾經在中國市場叱咤風雲的日本品牌，當初曾像中國製造的老師們一樣，成為國內企業競相學習的標杆。如今中國企業正在完成向高端領域的推進，日本製造在中國也到了最終謝幕的時間了。時間倒回到2012年的3月15號，佳能中山辦公設備有限公司的新廠區啟用儀式在中山火炬開發區隆重舉行。官網資料顯示，新工廠建於2010年，這個基地以高端的彩色激光打印機為主。基地內不僅擁有超大規模的廠房，還配備了運動場館、電影院、電子閱覽室、電梯、宿舍樓。僅憑這樣的堪稱豪華的廠區條件，就足以吸引無數打工人紛至沓來。公開資料顯示，該工廠人數最多的時候曾經超越過10000人。同樣，在2012年，同在廣州的廣汽三菱成立，由廣汽集團、三菱工業株式會社、三菱商事三方合資經營，成為三菱汽車在中國市場開拓的重要舉措之一。此後，三菱汽車的銷量一路猛增，到了2018年，廣汽三菱的年銷量達到了 14.4 萬輛的歷史巔峰，僅歐藍德一款車型就貢獻超過10萬輛的銷量。三菱發動機在中國市場也是有口皆碑，巔峰時期曾佔據了國產車型的30%份額，包括吉利、長城、東風、北汽、東南、獵豹都曾經使用過三菱發動機，三菱甚至有了國產車教父的稱謂。那幾年，同樣也是養樂多在中國市場高歌猛進的輝煌時刻。2012年進入中國10年的養樂多，僅在廣州的日銷量從最初的 5.9 萬瓶飆升到290萬瓶，到了2019年，養樂多在中國市場的日均的銷量已經達到了 760.9 萬瓶的高峰。這些輝煌的業績如今都已經成過眼雲煙吶。
在佳能中山办公设備有限公司的官网上，公司的大事还记錄着2022年累計生產1億1000萬台的字眼。2022年以後，大事記就再也沒有更新過。到了今年關廠的時候，該公司的員工只剩下了1400多人。三菱的退出同樣黯然。2017年5月，航天三菱迎來第500萬台發动機下線。在過去的2016年，其當年的全年發動機在華的年產量達到75萬台，創歷史新高。但是到了2024年10月份，航天三菱的發動機下線的數量才700萬台，這意味着7年多的年均產量縮水了65%以上。三菱汽車也在經歷了高光之後急轉直下，2019年到2022年的銷量分別為 13.3 萬輛、7.5 萬輛、6.6 万輛、3.36 萬輛。2023年的10月24號，三菱汽車宣布，三菱品牌汽車在中國的本地生產将終止。到今年的7月22號宣布，三菱汽車又終止了與瀋陽航天三菱的合資合作關係，以及在該公司的發動機的業務運營，意味着三菱在中國所有的業務均宣告停止了。養樂多雖然沒有退出中國市場，但黃金時代已經結束。2024年，養樂多在中國的內地的最高日銷量為443萬瓶，相比2019年少了近40%。2025年這樣的頹勢不改，前3季度顯示，上海、廣州兩大業務主體的銷量分別為上半年同期的 81% 和 88%。因此1年之內，養樂多相繼關閉了上海、廣州兩家工廠，也就順理成章了。而在中國這樣縮減規模甚至需要徹底退出的判斷，在日本企業中已經蔓延開來。家電行業中，東芝早在2018年就將電視品牌授權出售，基本等同於撤離了中國市場。就連最堅挺的松下都傳出了要在今年考慮出售電視機業務的傳聞。在數碼領域，奧林巴斯2018年關閉了深圳工廠。快消品領域的情況也基本類似，包括高端的化妝品品牌等等紛紛撤離。很多人依然對日本制造業企業退出有想法，但可以明確的是，日本企業在中國市場的集體退場，並不是一場主動的戰略轉移，而是壓力所迫下的斷臂求生。這種經營壓力有來自時代變遷、物競天擇下的無奈。你比如說，佳能中山辦公設備有限公司閉廠的原因中有提到，如今中國無紙化辦公的增加，導致如今的打印機市場規模萎縮。深圳的奧林巴斯的董事長、總經理小松亨在告部分員工中也寫道，關閉深圳工廠的主要原因是2008年以來，隨着智能手機的普及，數碼相機的市場逐漸的萎縮，作為主力工厂的深圳工廠運轉率降至到頂點時期的 20%。但日本制造的集體退潮更多的原因還在其使中国市场的競爭力下降了。而這種競爭力的下降首要來自於技術落差的消失。日本品牌在中國的集體的繁榮期恰逢中國本土制造的築基期，那個時候中國市場宛如一塊未被開墾的土地，到處都是蘊含財富的礦藏，但是由於技術落後，中國企業只能幹一些刨土挖坑的力氣活，日本企業卻憑借技術優勢到處攻城拔寨。以打印机為例，在此之前，真正能夠擁有打印機核心技術的國家只有美國和日本，甚至有觀點認為中國能造原子彈，但造不出一台好的大型打印機。但如今，隨着中國制造不斷的攻關，上述情況已經大為改觀，打印機就是其中之一。中國成為全球第3個擁有打印機核心技術的國家，並且迅速的在市场上平替了國外的品牌。很不幸，佳能就是那個被替代的那個角色。2010年國產打印機在中國市場的份額只有 16%， 到了2025年的前3季度，中國激光打印機本土品牌的份額為 41.5%， 而佳能品牌的份額已經下降至2025年前3季度的 3.9%。
性價比的劣勢是日企潰敗的第二個原因。養樂多所在的益生菌飲料的賽道，如今已經人滿為患，包括蒙牛、伊利什麼君樂寶等國產產品，都是在以更高的性價比不斷的蚕食養樂多的市場。養樂多100毫升賣3塊錢，而國產飲料350毫升只賣5塊錢。更關鍵的一點，日本企業的心態停留在了賣方市場，明顯缺乏為中國做出改變的意願。三菱汽車在主力車型歐蓝德大賣之後，就一直改款吃老本，6年沒出過真正的新車款。當中方的团隊提出開發加長軸距的車型，日方的高管回應是三菱不需要為中國的市場改變。養樂多也面臨同樣的問題。近年來，無糖已經成為了中國飲料市场的大趨勢，是吧？中國的低糖的飲料的年增長率達到了30-40%，但養樂多始終堅持自己的高糖配方，沒有適應中國的市場變化。日本企業在中國市場的固執，源於其根深蒂固的制造業的優越感。日本制造往往可以給到消費者很好的產品，但也很容易忽視消費者的需求以及競爭對手更具差異化的產品策略。當某些行業進行跨時代的變革的時候，對傳統的固守就會成為掣肘企業升級的反作用力掣肘，將日本企業在中國的退場定義為敗走，多少是有些片面的，但仍需清醒地認識到，日本的制造只是在中國市場遭遇了挫折，其全球市場的競爭力依然相當的強大。例如，雖然佳能打印機在中國的市場上衰落，但根據數據，2023年全球打印機市場中，佳能仍佔據了22%的市場份額，僅次於惠普的35%。相比之下，中國品牌在全球市場的佔比仍微乎其微。日本汽車行業的盈利呢，更值得中國車企為之學習。2024年，比亞迪、長城汽車等18家主要的上市車企的净利潤總和不到800億元，僅相當於豐田的1/3。豐田每賣一輛汽車能賺2.3萬元，而自主品牌的平均單車利潤不到一半。這意味着日本制造業在全球範圍內仍具有強大的競爭力，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因為日本企業在全球範圍內廣泛布局，才讓他們對中國市場沒有足夠的敏感性，因而在專注本地市場且策略靈活的中國企業面前顯得更加的遲鈍和缺乏變化。所以對中國企業而言，在家門口超越老師和对手確實是一個大成就，但這遠非終點，真正的戰場在於更為廣闊的全球的市場化。這方面的中國家電業做出了榜樣那麼中國本土的品牌這個在家電市場已有絕對的優勢了。曾經象徵着精密可靠工匠精神的日本制造的光環，正在中國的消費者心中逐漸的褪去，一個個熟悉的日本品牌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成為我們的某些記憶。這正是中國制造賦予這個時代獨特的體會之一，也是所有的中國制造業企業、中國制造業工人的一個榮耀。但這並非是所有故事的終點。對於中國制造業企業來講，日本企業大規模退出中國不會是全球制造業的終局，而應該是另一個更宏大敘事的開始。中國品牌的全球競爭，日本和其他國家的產品最終站上全球經濟商業舞台的最中央。日本是敗給了中國，才撤出了中国。所以說那些反賊公知們說日本企業在中國待不下去了，是被政策逼的，那純屬是轉輪子發神經。如果日本企業在中國還能掙到錢的話，還能
競爭上有優勢的話，他賴也要賴在中國呀。回日本吧，日本现在怎么樣了呢？我們來看看吧。日本人連大米都快買不起了。根據農林水產省對日本全國大約1000家超市的米價監測，截至11月30號的一周，每袋5公斤裝大米平均售價為4335日元，折合197.6元人民幣，比前一周上漲23日元，折合1.05元人民幣，打破11月初4316日元，折合196.7元人民幣的記錄。2024年夏季開始，受極端高溫致大米欠收等因素影響，日本大米價格持續上漲。高市早苗上台後，新任農林水產大臣鈴木憲和表示，反對向市場投放儲備米，提出向低收入等特定人群發放大米折扣券。日本部分城市已自行開始發放大米折扣券，但在一些地區，相關程序所涉人工費和郵費比大米折扣券面值還要高，因而這種做法引發質疑。面對居高不下的米價，許多日本民眾感嘆，這一重要主食已變成奢侈品，變得吃不起，不得不以麵包、麵條等麵食替代。當日本、韓國普通的老百姓端着像棋子那麼大的碗來吃飯吃菜的時候，他們的這些製造業，你還指望他怎麼跟中國競爭啊？中國現在的生活水平已經碾壓了這些所謂的發達國家了，好嗎？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